参赛排球的观众大家午安，在12月21号，我们从这个中南部回到了北部的中原大学体育馆，马上为大家介绍是云林美金龙跟彰化三大有限的交手哦。两队其实都是在整个大段来讲是这个一级的这个球队。那今天的这场交手精彩可期，目前的各家的整个胜场数，连庄还是独占鳌头啊。那屏东排第二，美金龙、彰化三大有限现在分居3跟4啊，就这样子的。当然，现在场数上来讲啊，一个是7胜，一个是4胜。那他在台湾产险刚刚输给了连庄之后呢，吞下了第6败，让台北康健目前就是1胜11败。在个人的部分，施朗在前一场球的得分，现在在整体的得分到达261，1分超前的陈恩德。温一凯排在第3，251，排第4的是吴宗轩的200分，李元199排在第5位。现场是邱德全邱老师要跟我们一起来看球。我们刚刚看了一场连庄跟这个可以说是也是地主了啊，桃园台湾产险的比赛。那接下来要看2个这个大学的一个强权，不管是彰师大还是台湾师范大学，那他们在这一次的一个联赛当中的这个对战，前一场也是打满5局啊，是，所以今天还蛮值得期待。而且今年一个很大的特别，当然，台湾师大的状况就是你可以看到温一凯的状况也好啦，还是像发哥的状况一直稳定。可是呢，另外这是彰师大今年反倒在大界回来举球之后，那个整个攻击的流畅度跟中间手得到的那种。我觉得那个对，但是就是很稳定啊，因为什么？就是封商体系，就是封商体系，就是整个打起来很流畅、很顺畅，知道这个球起来我们要做些什么。每一个，而且在里面所攻击的大部分都跟大家有搭配过，所以不会有问题。对，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这次像三大有限能够一直展现出一个对抗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的，在这场比赛的一个第一裁判是曹毅，第2裁判是许恩林。那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对啊，举球那个体系也不是完整体系，就是都有很好的一个过往啊，所以说打起来特别流畅。不过其实对比如说台师大而言，像这2年林家伟。对，在他的这个举球上来讲，其实他也算是在新生代当中一直能够把球攻出的很到位的一位年轻举球。对，其实他的举球就是很稳，也很稳定。然后其实他的一个球的到位率其实也很好。其实他跟大界2个人的举球的一个形态其实蛮雷同的。只是大界比较又更偏向他更多人他可以攻击。他的跳发球其实很有威力，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2个人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好，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之前，大家也刚刚提到啊，其实2队在整个交手，因为前2周是彰师大的这个主场就在彰化，那对2队而言呢，云林美金龙跟彰化三大有限在11月30号的凤山就打满5局，然后呢。最近的一次这个交手，也就是这场比赛，所以说其实刚才提到2队打起来确实是有相当的一个过往，而且都打得很激烈啊。那当然在11月30那场比赛最后啊，云林美金龙是第5局15比10，最后是逆转胜。对。现在你看他们除了打7连之外，也打大专。那大专现在进行完了第1个阶段之后，第2个阶段要到明年去了。对，要到明年了。对。所以这段时间其实大家都还有时间用气排也来做一个调整跟修正。对。那也可以看到一些可能的就像刚刚我们在前一场球啊，这个邱德全邱老师也一直强调，就是说很多这种大1大2的。也要有更多的舞台跟机会，慢慢把这个阵容打得更开了啊！对，更多可用之兵。因为你让他有机会去比赛，这个整个球队的凝聚力也会特别的好。要不然他会就这些学弟们刚进来的时候，可能兴致勃勃，能力都很好的时候，你只要没有机会让他有机会上场的时候，他就会那个动机跟他的能力就越来越会下降。我们要特地要再谢谢一下邱君之邱老师，刚刚在前一场球帮我们及时帮我们当翻译啊。对啊，超级大牌的，
平常我们是请不起了，对，可是反正就刚看他在旁边，就硬把他拖来。对，没有，其实我觉得那是那个邱老师，他直接就说他帮我来，而且一来后啊。好，我们来看看云林美金龙的先发名单啊，在举球的部分是林家伟，举队是洪文发，然后两个主攻手分别是77的温义凯，还有10号的张佑成，中间是李俊佑，还有是这个许渊，那苏邦泽、李鹤轩两位自由。那再来看看彰化3大有线啊，陈介廷举球，那举队是陈恩德，两位主攻手张子玲，还有18号的张廷汉，中间手是赖建华，还有陈玉玲、李俊凯跟邱义祥两位自由。哎呦，这边感觉到离台北近一点哦，台北的这个做的这些加油板比较多一点。对，没错。好，看第一局的第1分。啊，这就还有，顶起来可以打。再回来也还有。哇，第1分就打得这么难分难解，后排踩线了吧？踩线，挺悍，踩3米线。对。好，第1分让云林美金龙给拿下。哇，又被抓一个哦！陈的这个球也被拦下。对，就是阿德其实这球太慢，给他跳起来太慢，所以说这个球你看他到还没有完全伸展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打。嗯，连拿2分，2比0。又被顶回来，再来看第2波。拉高，这球守住。哇，这个温义凯这球真的就完全拉到最顶点，打这一条长线。哇，这球打得真是准哦。其实这球拉的球点发的非常的高。其实我觉得现在温义凯其实在打这种修正球、假如球、进网的球、3个人拦网的时候，他都会采取这种高打点的一个攻击方式。哇！一上来，彰化3大有线是自己有点没有完全专注在那个更精准的落点啊。对哦，就直接就4比0哦，都自己失误比较多哈。没有做有效的攻击啊，其实接起来都有，对，但是打不下去，也被对方守起来。连拿4分哦，云林美金龙单局这球还是被顶回来，再看，再给一个。还是打到网子，都出手都慢哦。这还蛮邪门的哦，一上来就把这个邱老师的柄球给啪的丢起来，赶紧喊一个暂停啊！现在突然间一上来都是自己失误，送分给对手，0比5。自由教练都这样，这个球才赶快提醒他，这个球攻击的动作又怎么样是太慢，就马上去做调整。加油啦！感觉上我再把那个螺丝把它再拴紧一点点啊，再拴紧一点点。等一下，我也许会听到那个邱老师这个声音的，是，转播就会收得到，因为他会觉得这个球可能大家专注度。有，这个球有这个球也是啊，那一定要等到最后的出手打长线，这球刚好在界内。对，可以看剑豪这样，他很瘦，弹性很好。对。
心脚，短了，小心脚。比较担心的是脚过来就是踩到受伤了。哇，发哥这个球很用力啊！这个真的用盾数来跟他拼了。但趁你拦网的动作还没做好的时候就出手，看这个球，对。突然觉得现场安静好多哇！前一场都是耳机里面全部是现场的声音，哇，这个球发的凶，哇，115啊！后排，哇，这发哥这个又是那个收腹的动作做的扎实啊，狠狠的 K 啊，对，真的 K 起来。力量贯通非常的大，感觉上好像北部真的有比较冷一点啊。那个脏话上来就有点受不了，太凉。哇，温一凯这几个球真的是杀红了眼啊！哇，这个开局真的是云林美金龙打得超华丽的，8比1啊！哎呦，最强第7人要上场了，对，这也是对。德权教练心里面也是印象最深刻的球员，而且现在我们的3大游戏上面有3位我们的那个高中联赛的 MVP 啊，国强、那个廷汉跟恩德，所以其实他们的一个攻击的打法，其实真的是大家可以好好看一下，看国强他在处理球这方面，其实真的是蛮好的。哇，发哥今天走路不只是有风啊，冒烟了！哇塞！哇，冒烟了，烫啊！哇，已经烫到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哇，又有攻击，又有拦网，而且都是单 call 哎！对，打得你不要的。9比1。今天是讲是网子上面有一个无形的亚克力在就对了。哇，这个开局这第一局真的是难以想象，哇，这难以10比1耶！真的，我觉得可能波吉带鬼。可能大家的那个整个人还没有到完全得一个热，但是我觉得还是接发球，让大界可以好好的去举这个球。但是真的，假如遇到温一凯，你要好好的举球，是真的有点难度。对，好，这球他接。哇，不过温一凯下半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上下半季球不太一样，不过这个比较重的球，他这发起来更顺啊，比较更顺。对，连续3个跳发，115、112、114，哇，这都很够水准。是。来建豪。小心！还有，好打出波也没成。哇，温一凯跟发哥今天是怎样？哇，真的是这每个球都是那个球的那个气灌到饱啊，让它爆掉就对了。对，你看一凯的跳进去，让我们整个那种身体的感觉哈，爆发力真的很好。李俊佑的发球，11比2。哇，界内也是判断失误。瞬间第一局大比试就拉得很开哦。现在好像每队的第一局都有这种状况。是。好，现在换下半季登陆的杨展瑞上来。第一局2个主攻手都被换掉了。啊，这球也给的低了，哎，真的是北部天气是不适应还是怎么样？那个节奏感跟那个 timing 跟那个高度都不太顺哦。对，等一下那个我们邱老师就说，之后多到彰化来打。真的，13比2。哇，
哇，林家伟这个转身的举球的动作，其实反应相当的快，空间感很好哦。一个大转身之后，还是举一个4号位的修正长弓，让张佑成可以好好的发挥。好，现在连举球也要换，大接换下来，冯秉恒上来。把刚刚的开局人差不多换光了。嗯，有，不错哦。杨展瑞这一分啊，狠狠的也是一个弹跳。对，狠狠的给他敲下去。他真的这个球就是真的是用这个力量把他要打弹跳出去。对，我们的邱老师说声音呢？声嘞，没声。没声，等下带着喊。我怕我们邱老师带着喊。有出位。就有些时候，当然我们在讲，有些就是说，你到不同的场馆，你需要多少时间适应？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场馆适应没有问题。嗯。可能我觉得它整个的一个，我觉得热身程度。因为毕竟我们在外面也没有练习过，所以变成说他们在打的来的时候，可能在很快的，可能在10几分钟，我马上就要热身程度，对他们来讲，可能还热身的程度还没有办法那么足够。哇，这个时候真的是又是张佑成在整个4号位，这个斜线这球勾不回来。哇，那反观这云林美中每一个主炮手都这种信心满满啊！对对对，因为在北部这种天气，其实对他们来讲习惯了，习惯了。但是真的对于中南部的选手，真的就是这个会有点。哎，这球被判定出界。哦，这个球其实讲在杨展瑞其实很敢打，那现在要来挑战的是球的落点。这看起来好像是有点硬塞。应该是有机会啦。哇，男神佑成，对，佑成也是我的男神。对啊，因为佑成其实就是一个看起来很文质彬彬的一个很有气质的一个。我记得我每次刚刚说，我说我觉得你就是会是个好老师。对，而且是他也很有礼貌，他是个很有礼貌的选手。在板桥国中毕业，华侨高中，然后以前国小还跟我一样。他可能这是我直属学弟哦。哦，真的啊。文林国小，然后板桥国中、华侨高中，都跟你一样。大学都跟我一样，对。5比15，哎，其实这样的机会还真的不多哈。不多哈，真的不多。哎呦，这球可惜了。不过不错啊，你可以看得出来啊，最起码到目前来看啊，杨展瑞胆识很好，对，很好，丢小就厚。对，只要是我就下一场我就再给他打。因为你只要让他有机会磨起来的，对之后。整个的赛季也好，甚至对大专联赛来好，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也可以让我就听他拿着这几个去休息一下，对，互相竞争，休息也好，对，这样磨起来。这真的是这球放掉。现在你看哦，真的看吴国强打球就是一个安定感哦，就是一个安定感。球的稳定度，他那个球是身体的延伸，瞬间的出手，手腕下压的东西。7秒之后有机会到现场来的时候，就是像他这种高度这种。其实我们很多攻击手是差不多高度就跟国强，但是你怎么样去练到国强这样子的手腕跟出手的变化？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跟温义凯一样跳这么高。对，有人会想说哇学谁打法，但你要看你有没有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他的高度，他的能力。对，所以你就要去想说，那我只要跟各个选手高度差不多，能力差不多，他的打法是怎么样打，我要怎么做？哇，这个时候打这个第二时间的个人时间差一样，还是被抓死啊！其实要打这种个人时间差，最好的是什么时候？第二波的时候。为什么？因为第二波球起来，你整个接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去做这个助跑，这样大家也比较有机会。第一波被你骗起来的时候，你再做第二次的攻击。这应该是一个奥赛的，可是刚好补位的人在那边。站在那边。好，这个球有点挤到哦，看看是不是要来挑战？没错，吕教练要来挑战的是拦网触球。
每一场比赛都有每一场比赛的一个对抗性啊。那当然，现在其实这种大专班底之间的对抗，有的时候那个火药味会更重哈。因为是摆明讲实在话，就是大家练那么久是为了就是对不对？在大专的比赛。对。这邱老师走过去，给球员耳提面命一番，还回过头来跟我们眼神交流了一下。对。他跟我2-9了仔。7-18。对，好球。好，这球守住哦。国强哈，国强。转直线。这个出手。爸爸，哇，被顶起来哦！啊，这球赖建豪的球完全被李俊佑给俩吸细呀。对。因为这个球其实原地跳，而且球很高了，就弹起来很高，所以变成说中间那个拦网者他可以好好的，而且只要这个球俊佑讲又是助跑，所以你可能高度位置他可以看得很好。19-7。打到自己。哇，这已经是第2次了，都打到自己落下的整个 timing 都完全被球给挤压到。对。柯宗甫换了上了，柯宗甫。柯上来喽。20-7。哇，整个节奏感都没有啊！真的啊，你看陈恩德平常像这种球十拿9稳，可今天打起来就怎么都不顺。这个球刻意把打点拉高，可是又球没包到。对。好，现在彰化3代有线喊暂停，又给对手，你看对手在这一波又是一个5-1的一个高潮。还是都是自己失误，失误太多了。对，而且就算打过去，被那个美建勇举起来，那个收起来的时候，美建勇的一个反击又很有效率，差不多每一颗球都成功。对，这个分数就会拉开。放轻松一点，声音放轻松一点，然后路线不要打成顺手就过，不用特别闪那么大。在个人得分上，你看哦，彰化3代有线最多就是陈恩德跟杨展瑞2分，真的。美基农基本上已经最低的是2分，对，那已经有2个人拿4分，1个人拿3分，洪荣发跟魏义凯各拿4分，张佑成也有3分。好，柯宗甫有高度哦，这个球直接中间的 A 块，而且其实柯的一个经验度也够，他以前在我觉得太阳神。常力，他都是一个主将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柯基在处理中间手在拦网这边，其实他非常有经验。啊，这球挤到了。对。9-21。点放没有成功，再来后排给吴国强，哇，国强这个timing算得很好啊。对他打低点，但他小心哦，李凯要被打到眼睛了，要不要先暂停一下，看一下眼睛哦？对，暂停了哈，那可能要好好看一下哦，因为眼睛毕竟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很小心。而且国强的磅数还是相当的重啊。对。前一阵他是这个手球有点被拦网的时候震到，有一点点不舒服，后来应该也去做了治疗。今天看起来是状况就手肘问题好像看起来比较好一些。哇，这个就直接直袭啊，直接往头上 K 了下去啊。好，应该没什么大碍啊。比赛继续。是。10-21。对，还是这么的帅气。易凯真的让我感觉到有点像排球少年的那种感觉，整个发型啊，整个在空中的感觉，真的有点像排球少年的感觉。来了，好，来，小心脚，小心脚，小心脚。
好球！再来其实掌握真的是非常好。哇，这球温英凯进化喽。对，这个2号位其实基本上他最后有转掉哦，对，没有往下倒。对。要打个 touch 啊。其实我们真的也希望说，其实有机会像易凯这种，能不能也是旅外去？我想目标应该放在这里了哈，真的要旅外，因为我觉得他是有条件。对。好球！哇！女孩这个球真的是就举得很好，他在没有人知道他举太高了。中间的平行快攻，11比22。张浩成今天在整个4号位的出手得分效率相当的高哦。23比11。啊，又想要包长线，可是这球没有打到手指头。你看，被换了。好，现在再把张廷汉给换回来。应该是为了下一局啊，让他上去再动一下。对。小心脚！啊，这球没有包死，洪龙发再一分第一局，哇，真的是对云林美珍而言，第一局很快的进入状况，25比11拿下啊。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1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1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莹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会想要去一间比较好一点的美式餐厅那边吃饭。我还没尝试过在跨年的时候去露营。希望今年可以不要有比赛，然后让我们大家开开心心的去跨年看烟火，可以跟自己很好的朋友过就可以了。我没有什么跨年，因为我好讨厌那种人很多，然后我也看不到烟火，就可能跟家里聚一聚。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就简单的生活。我收过一个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抽到一个 UA 的包包，蛮实用的。然后最坏的礼物大概就是1包卫生纸吧。收到一个非常80年代的一个女歌手的唱片，因为那个是要用那种很老式的唱片机放啊，家里也没有，所以后来就摆在家里，然后就摆很久。让我最难忘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对我觉得蛮实用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学的时候交换到一瓶很独特的百威啤酒。那时候我们学校玩交换礼物，然后他就抽到老师的
Uniqlo 2000块随便选。高中要搞怪，所以我收过最奇怪的礼物是那种焊接的那个面罩，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用。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一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一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莹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在家吃泡面，裹棉被，跟队友一起度过，不然就是跟家人。我想在家睡觉，跟老婆跟小孩一起度过，就可能去大世界或者是剑湖山去看看烟火。可能跟球队一起吃完饭、练完球之后回去，就是跟家人。想要去101的现场看一下烟火吧，跟家人在一起吃好吃的东西。好，我们来看两队第一局的整个得分啊。云林美金龙在攻击部拿了4分。哇，彰化3条线比较不合适的在于说攻击9分，攻击丢了11分。是啊。哇，这真的是蛮夸张的一个数字。篮网美金龙拿了4分，那靠着对方失误拿了7分，所以说等于是彰化3条线第一局就完全不在线上就对了。对对对，完全是一个下线的状态啊。对。就是很少，就是都是自己失误。我们这边看的，就是一直在失误，就是可能攻击，就是攻击奥赛也好，而且刚刚我们在上一局，其实美金龙的拦网也做得很好。大街的球迷，哇，我的大街的球迷啊！可以看大街马上跳发来一颗。哇，今天真的是状况很好啊，发哥。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要跟我们的人说，其实你看这个球，当你中间来不及的时候，你看这个球你再过去，你手再伸出去，就是造成了那个大炮手他可以攻击的这个很好的一个点。对你干脆就手放掉，好，后来是手吊球，因为在前排的时候。温凯的这个吊发过头了。所以你看，其实刚刚在第一局的时候，因为大幅落后，可是你就看到邱老师就一直提醒球员跳，要跳，就是要动啊，不是体中练体啊。对，没错，因为天气很冷，你在后面你又站着。对，其实我觉得你一个选手就很重要，就是你看我觉得领先的时候，领先很多的时候，教练会不会让你上去？会，我在后面就准备好了。但假如说你今天是一个功能性的选手，你发觉说，平常跟我做替换的人，他今天有状况了，你在后面，你本来就开始要准备了，是，而不是教练跟你讲了你才做，这样子上去一样在失误。有，这今天到目前为止，除了这个陈恩德之外，跟吴国强之外，张廷汉算是第1次的攻击得分，2-2。张浩成今天状况很好啊，这个球点拉得够高，而最后转直线也转得相当的顺。对，那这个球
瞬间那个手的动作，侧旋反手的打法。好，最起码张天安第2局前2次这进攻都有他的这个斩获啊。对。4比3。好，接着守得漂亮，有好球，这个提汉真的是很敢打。哇，温一凯，哇，这几球其实已经救得不错，可是就攻击的那个真正的那种一锤定音的能力啊，温一凯真的是有他一定的一个分量在啊。而且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会鼓励一凯有机会去女外的原因，是因为他现在的弹跳的高度，跟那个，其实除了对到我觉得连庄，或是台场的拦网的高度，会对他会造成一些威胁之外，剩下我们这些比较小、个子比较没有那么高大的选手的拦网的一个高度，对他来讲，其实对他来讲在突破方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这个跳发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落差啊，6比4。短球，好球。有了这个第2局，最起码3打5线就打得比较正常一点啊。对，刚开局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要稳定，不要一下子就被完全拉开。5比6。好球，玉林！这个没接好。小心！哇，这分接球的失误也让彰化3打5线分数赶上6比6。短球，这球反掉小脚。对，林教练这球够聪明啊。7比6。出位，没问题。陈介廷的发球，其实大界的发球，是因为我们最近才大专联赛预赛结束了。其实我在旁边看，其实大界看那球好像慢慢的，其实那个球接到球是很重，其实那个球其实是有质量的，对。他的球质算重的，对，因为他包球其实包得蛮扎实，这个更扎实，这个就更重了，嘿。哎呦，陈恩德慢慢也恢复哦，对，也是高点哦，像这个球恩德也跳得很高啊，这球是高点，你看那个球出去，你看哇，恩德的胸口在白带上面，8比8，要比跳，他说我没有在输的。对，他自己也真的在这个点上也不断的在提升了啊。短球，波浪。对，这个球往前的话，这个球应该是可能
我觉得介廷来接可能会比较适合。9-8。真的、真的有没有进入状况？真的打起来就完全是2个版本，对，两个世界。对，没错。现在打起来就正常多。对，你看这个球，其实建豪的出手就够快。对，就整个速度就有提上来啊。9-9。啊，这球真的是顺哦。学安的打球也是一个他个人的那种，这个打法也是很直接啦，而且他也很能跳啊。对，而且学安其实我觉得他打球蛮浪漫的，我觉得他就不急不徐，然后他只要像上次他遇到那个拦到那个爱你的球，他就把电话挂掉了。那一幕其实真的还是蛮有趣的啊，蛮有趣的。哇，他的发球这球大了。平均每一场球得双位数的得分，对陈恩德来讲是很正常。哇，许愿这球也是打得相当的华丽啊。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球嘉伟的举球，嘉伟的举球真的是时间点，然后举球点，再来是给攻击手能够打的攻击点啊，很舒服，非常的舒服。很舒服。对，要不然看我们从这边看，这整个位移过去的时候，还可以这么顺畅打过去，看那个要给他的高度跟时间是多么精准。小心，小心，小心！这球真的就稍微短了点。12-10。有这球有球位啊，注意少球。对。他今天在发球对那个球的那个旋转掌握哦，一直都还调不出来啊。对。还是2分差。好球，这个球就是2个人，你看他举那个 C 的那个点，那个时间点。那这个球，啪！你看这个高点，整个顺着那个举球那个位置是高起来的，不会有往外整个飞出去的那种。像有的人举 C 的时候，他手会翻，所以球会往外飞出去。所以你看你快攻就会，这个球没办法好好的去带动出去。对对，他没有直上直下去扣攻击。哇，这个球接球没接好，这分再是让善大有限给补回，13-13。所以我们在讲说，举球手本身那个手要够硬，也要够柔软哦。那个球上去是缓的。当很高的时候，球要硬。当球很低的时候，手要软。为什么？因为手要软，因为低的球手，因为速度很快就来到了，所以你软的时候，你才可以再去做一些时间上的变化。对。当球很高的时候下来，重力加速度下来的时候，为什么有人会2次？这个手的动作就是前后不一，然后又软的时候，很容易造成连击。对。哇，真的是温义凯，真的是，哇，攻击火力实在是相当的强啊！哇，这2个球都是打点拉高啊，是打这种9米线。14-13。还有顶回去嘛？哎呀，来不及了。这个球直线完全就被包死了啊！整个路线完全都被包住了。那这个球2个人起来，那这个球只要在打的时候往斜线打，
打到俊伟那个位置，也许是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因为刚才俊伟在拦网的时候，其实他动作并没有做得很完整。哇，这球打一个平行的 B 快，也被对方给跟到啊！连续2分呢。云林美金龙都是靠着拦网建功。庄秉化这时候换上来。打高了。首尾这就过了吧？再来，转直线也被守住，再爆一个，温一凯想要拦，不过这球还是慢了一点。假如这个球再再慢一点，他出手再慢一点，这个有可能就被拦到。好像又被打到脸了，完蛋了，这个帅，这个打到。那个一凯说今天是怎样？但是其实真的表示跳得够高了，够高了。这个给的timing不对。对。哇，修正这个球钟敏化还是被俊佑对拦了一下，可是呢吞了下去啊。对。好，现在分数到了3分差，彰化3道线暂停，14比17。振作，精神，气势不能输啊！快攻而已，没有关系的，快攻嘛，无你嘛，别不要嫌快。大家不要打中间啊！快点，3分那个一下就推到了。裤下来吗？裤下来吗？哇，这两球真正是拍到这水耶，可惜是出界哈。对，出界。哦，这个球是整个人压下来啊。对。那这个球啊，真的打过来，我觉得贺轩也在那边等他。把他球的屁股。15比18。还是想要打平的，应该有没有碰到？这一球判定是没有。那彰化3大有限要挑战的是拦网触球。我们的俊佑是好宝宝，他直接跟他说，他自己就举手了。对啊。其实我觉得像这种的时候，我觉得裁判是不是直接改判就好了？因为这样子的话，你也不用让他挑战一次。第一个浪费了，因为选手，其实我觉得这以后也是不是也可以，我们就是前面在，对，就是说，我就直接讲，因为我们就不用花了时间，又要再挑战这一次，对。假如说真的，他也不就是这个球打下去，可能大家也就像触网好了，有时候身体快一点，反过来他没有感觉，好，这个我们来判决，大家有的，你有，好，那我们就有没有？你确定没有？好，那我们就挑战，就这样子，对。吴国强换上来，哇，这个直线又是空了。你看到这些球啊，当然你看到当他的直线能够打那么多，代表当然这个举球的这个位置是蛮到位的啦，对，留得够出去了啊。哇，直线那个空档就很大。对啊，所以一个球队一个好的举球员就上天堂。那假如举球员不够好的话，那就大家就可能就要打得比较辛苦了。对，就真的很辛苦。
往出界。好像阿发对于我们看的一个篮网好像蛮有心得的，这个球他瞬间把手打开。17比19。又是走这个直线。其实阿发的打法就跟我觉得这几年整个台湾就是云林美金龙还有台湾师大的一个副会手黄正良跟我们的洪龙发，大部分他们打法都是以直线打小边为主。对，而且打得很精准。对，可以有力量，也可以没有力量，但是打得很好。这个也是撇得相当的快。好，第二局两边的分数差还是都是在这个2分到3分呢。现在已经到达后面的20分了啊，所以这最后的5分，看谁能够坚持。18比20。又是一个直线哦，江华城今天这个转直线打得很流畅啊，而且都打高的，真的都打高的。因为他知道没有空隙了，所以他就拉高球点，而且把手停在那里，他也不往下拉。还有，啊，这球被拦死。其实这个球，其实嘉伟这个球其实是举长球。因为距离越很远，中间那一个人他也会有更好的时间去助跑。啊，这球可惜啦！这篮网已经修过踏掉啊，就有机会啊，只是防守球员没能够把球给顶起来啊。奥斯汀跟庄浩威上，22比19。要过，爱过呀，爱过呀，爱过呀，要过哦。再来，这个球可惜啦。对，可是两边的攻防，对，是很精彩啊，很精彩。那奖项也拉开了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得分点啊，可惜了。好球！接球没接好，这个打法就变得比较单调一些了。对，这个球其实你看这个俊伟已经有4次的拦网成功了。好，现在第2局已经让云林美金龙到达24分，彰化三大有线喊暂停，19比24哦。从头到尾他就只是知道你的行进把路线看好，他就被干你感觉很好。他只有这样做，你就自己做。抓球拿。叫！我拉到说叫！当天后排把握手背啊，他一定只有拉手。云林美金龙请求替补15号下13号何金威上。
美津浓现在把何敬威给换上来。哇，这完全没有包到球啊！第2局结束啊，25比19，云林美津浓连下2城。我会想要去一间比较好一点的美式餐厅那边吃饭。我还没尝试过在跨年的时候去露营。希望今年可以不要有比赛，然后让我们大家开开心心的去跨年看烟火，可以跟自己很好的朋友过就可以了。我没有什么跨年，因为我好讨厌那种人很多，然后我也看不到烟火，就可能跟家里聚一聚。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就简单的生活。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一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1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莹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收过一个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抽到一个 UA 的包包，蛮实用的。然后最坏的礼物大概就是一包卫生纸吧。收到一个非常80年代的一个女歌手的唱片，因为那个是要用那种很老式的唱片机放啊，家里也没有，所以后来就摆在家里，然后就摆很久。让我最难忘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对我觉得蛮实用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学的时候交换到一瓶很独特的百威啤酒。那时候我们学校玩交换礼物，然后他就抽到老师的 Uniqlo 2000块随便选。高中又搞怪，所以我收过最奇怪的礼物是那种焊接的那个面罩，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用。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在家吃泡面，裹棉被，跟队友一起度过，不然就是跟家人。我想在家睡觉，跟老婆跟小孩一起度过，就可能去大世界或者是剑湖山去看看烟火。可能跟球队一起吃完饭、练完球之后回去，就是跟家人。想要去101的现场看一下烟火吧，跟家人在一起吃好吃的东西。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
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好的，我们来看看整个第二局啊，对云林美金龙跟彰化三代有线而言，在攻击力方面，其实彰化三代有线有提升，不过失误还是太多了哦。最大的问题是失误了，不断的有一些失误上的问题。你看哦，在攻击的失误，在整体的失误都送了不少分呐、再加上俩博，所以说几乎啊，篮网只拿1分，那彰化三代有线1分，云林美金龙篮网拿了有3分，那整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篮网是一个8比1的一个差距。你看，这里面失误是17比5，篮网是8比1，所以这种就害怕啊。对，就是都还是自己的一个失误，而且是关键可能在中后段的就连续。对，这中后段其实是最伤的。第二局其实中间都有跟住，可是到最后那几分就又有点这个上不去了。对。短球，哇！这个球又是一个接球上的失误。之前应该是自由球员进来要去接球，他看了评判之后，这是我吗？是我应该要冲的吗？因为他站在前面，一点无疑。对，其实因为他去接球的时候，别人可以攻击啊。对，看嘉伟在用头脑在发球。哇，没接好。哇，真的是哦！哎，这球出界，好，判定出界。现在是云林美金龙来挑战界内界外。速度太快，真的也不能怪那个视线，太快。看起来这个大部分的球迷认为是界内，是不是界内呢？没了，没有沾到，没有沾到。其实讲真话，我相信大家都没得准，因为就像刚刚德卷说的，因为球速太快了。对，因为你攻击手下去，你在空中，你真的打下去的时候，你也没办法说打完之后还眼睛看，那不可能的事情。只是可能这个球你打下去的时候，大部分那个角度你自己打那么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球有个底。对。魏一凯，这没有画虾了哈，不画虾。其实这个球是进来就只给廷汉举就好了，因为他也在原地，他就这样子就好了。对。那是，假如说靖海已经比你早了，那你就让他去举，你可以好好去打中间的后排的攻击。哦，飞得漂亮，这个好球。魏一凯这个球可惜了。对，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动作太大，因为他是要打反向的一个动作，他脚先跳起来的时候。瞬间出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这个球，他整个身体是动作太大。洪一凯的打球，他就是那个动作都是脚下，他的跨步也好，摆背也好，躬身也好，就动作都算是那种比较醒目的了啊。真的是豪迈。我真的就是一句话，就是豪迈。你看他他没有在吊球的，
对，像你就像佑成就是在打球，他佑成是一个真的很典型的大炮手，他所有的球，你只有看他轨迹，永远都是在底线，而且他会有，你看这球起来2个人，他会有吊球、直线长，他会，反而我觉得易凯打球有机会，他去打副位，我相信是会更有攻击力，他想打副位的时候会更有攻击力。阿发的手，我真的觉得要去研究一下。对，他跟黄振良都一样。对，他跟黄振良2个人的那个右手，我真心觉得他们2个的右手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玄机呢？怎么可以把球刚刚跑进去，这里怎样打的那个角度打这么的直线，角度打得非常大。好球，我也觉得好。今天其实美庆龙的防守真的也非常的到位。对，哇，这反倒是张廷汉自己又是想要打得更偏啊，更斜，打出了界啊。对，因为刚打第一颗那个位置被守到，他就想说这个球我要再打更斜一点，那你接不到。4比6。有球迷在问说为什么你刚刚提到说他适合副位，小温温一凯。对，就那这群德权跟大家再往下分析一下。对，因为其实我其实也不是说大炮副位，其实因为副位的攻击手其实通常的爆发力跟他的球的一个球，其实球质，因为我个人觉得，因为以易凯的一个高度来说，他只要再往上去走的话，你说要他在国内没有问题，但只要到国际的时候，他毕竟他跳起来，他一个整个的高度来说，其实在国际，其实你要打那种很高的，要突破2米以上的人的篮网是很难。但是他只要以他来看，大家我想想，他只要是左手，你不觉得他感觉跟西田有志的一个身体素质也很像？这种力道跟下去的豪迈是很像的。所以说他假如之后能够再往上的，其实当然每个位置都能练到是最好。但假如说，其实我个人觉得，他假如可以，是不是连副位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打过副位。但也许可能有这样的打法，是不是我们台湾现在有一个预生？因为大家有很多的位置都可以去能够尝试，那是更好的一件事情。对于一个教练来说，他在安排位置上面跟这个战术的打法就更好。他有这样子的条件，就是他可以做的尝试，对，会比一般选手来的更多。他所受到的局限会变得比较小。对，因为你可以打大炮，你也可以打副位，哇，对教练来说，我今天在换人拦网的时候，换人拦网的时候，你下来的时候，你每一个角度都可以打得非常好。但是你假如是大炮手，你在打，你先看你是大炮手去打副位的，通常他的成功率都没有这边打那么好。副位的人来打大炮，他的为什么？这是视野，他习惯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能够让2边都去练习是最棒的。其实看易凯打球就是爽度是很高的，对，就那种好看性很好，力与美，好球，阿德也好球，这球放掉，哇，界内，哈哈哈，对，没有差一点点，真的，要挑战，王教练就站在旁边那当然他一直觉得是界外，他觉得这个位置。可能因为他站来的位置可能球在前面，那可能这个位置就不是。我们看一下那个传播，他来，对，看一下哦，看一下，有沾到了，有沾到。10比6。哇，
想要往直线转，对，打个特交。对，这球也没有撇到手哦。分数稍微被拉开，现在彰化三大有先喊暂停，5分差6比11。大家会觉得现在其实我们三大其实在攻击的一个就觉得今天呢好像得分球把握度好像没有办法打得很顺势，对，就是不顺，对，就是打下去，反正今天的美基隆手背非常好，因为他们攻击，他们拦网其实已经有一点达到目的的时候，就是有威慑性的时候，相对的也会造成你看我们三大的会，他要打得更斜，打得更斜，第一个有个角度是力量会不够啊，不够的时候我就很好手背，对，甚至有攻击失误就会提高。好球，真的都相对了。当我的拦网好的时候，代表我那个该封锁的路线都封死了。要么你就闪更多，要么就是我的防守位置就可以更清楚的对位。对，我就在那边等你。对，你多会，你这个面3个人守，我成功率一定高嘛。小心！哇，真的是，我觉得早晚有一天，这个温义凯会把球打过。这个球的力量，对，看这种球的力量，所以你看他打法，你看这个力量跟出现真的跟西田有志那种左右手的感觉。你看他球打去那个瞬间的甩手，这个豪迈性其实是很真的有那种味道，而且看发球那种气势的感觉，对。我讲到有些时候就是要。你不只是要有天分，你就是要不断的练啊，而且是科学的练啊。对，而且练之外，这个还要有环境让你去成长。那再来就是真的要去更高层级的地方接受挑战。没错。哇，这个球让发哥有点太简单了。对。哇，这个洪龙发这球打得像逛花园一样。对。好，现在美金龙把林玉君换上来。那彰化三大先要把庄子琳给换上来。不过你不觉得今天真的彰化三大有线出手都稍微慢一点点？对，真的慢。相较于在彰化的情况时候，对。真的，我觉得还是因为之前我们比赛是南部的球队到北部来，这个时候打复赛决赛，通常他这样最担心的就是热身不足跟感冒。因为在南部的时候，大部分的温度都是20几度，就算冷20出头。但来到这边是10几度，甚至11、12，那整个的身体的这个热身程度，其实真的会有差距。对，而且有些时候比赛几天住饭店也是个学问。对，你有时候对那个空调的掌握度低你让他一吹个桂梅，你隔天给你有怎样？对，就头晕目眩。是，那而且还有我们会选择有浴缸的一个，因为你要恢复，要泡水，要冰水。所以你什么样阶段的时候，你要选择什么样的饭店，其实这是也是有逻辑。你想说，我今天假如是比一个，可能大家就这个不是那么重要的，什么饭店其实不会。但是你假如是一个像联赛，我们就会考虑到我们要找有浴缸的一个，为什么完了你要泡冰水，你要去恢复。对。顶住有啊，这分彰化三大有线拿到。不过讲到这了，其实因为像联赛大部分来讲都是连续打个5天6天，对，那个怎么恢复真的是个大学问。对，在吃方面还有营养品的补充方面，其实到了前面2天3天，其实到第4天左右，那就很明显就有差距。那你差距，你要怎么样休息？所有人只要够，那没有问题。但人有时候这些人要打5天。高强度的时候，其实真的到第4天、第5天，真都是关键。德全老师这样讲，就发觉当你在调度的时候，你往后看，你
就会发觉你有心的狼卡我哈。对，有时候5个人可以换，跟你只有1个可以换，那个真的差很多。那差很多。那所以说他们的一个疲累度，我们就要很像在吃方面，甚至现在很多的营养品，你要补充营养品，再是它的一个冰水的一个恢复也好，或是他们整个在吃什么时候赶快让他们恢复休息，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很多比较新科技的补给品，那都要事前算好时间的，你比赛熊袜夹。对。像这些人说，你想早上打早8的比赛的时候，你可以尝试喝咖啡啊，赶快能够让你的一个运动表现，其实跟你的身体的一个水准，其实这是有研究过的，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去了解一下。对。好，这球配得漂亮，哇，双方的防守都不错啊。那这个中间的快攻陈玉玲。球迷好可爱，球迷说连浴缸都考虑进去，好体贴哦。这层面比较不是单纯体贴的问题。对，这个是因为我们很平常的东西有时候睡很重要，但其实恢复你的恢复，其实像我们这次去，我们就还要去买一个大的澡盆。对，因为饭店里面没有，因为我们不是每个饭店都有，那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去买一个大澡盆。好，现在2分差，现在是云林美基隆喊暂停，15比13。因为我们现在打的联赛，有些时候都是在不管是大专的啦、高中都是在学校来办，那没有那么多的一个专业的设施。你知道职业运动选手他们在比如网球选手，他们在打完球回到了所谓的休息区的同时，他们第一件事他们都会泡，你刚刚讲，就是进到那个冰池里面。对，那就看每个人，可是基本上那已经是固定的模，因为那是恢复最好的、最快的方法。是。所以这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很体贴了，不过那是对他们运动恢复跟运动生命来讲都是很关键、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可能一般的同学是在可能一天打1场，或是可能打几天都没有，但是对这种高强度。可能你看每一天我都5局大战的时候，你消耗的体力，但是整个移动，你看每一天的移动，我们是看跟没事，但他们每一天的每一场的每一个球的移动，不是只有1颗球打下去就结束了，可能好多次。对，这个球硬是吞了下去啊。你看这个手有点不太舒服，防务员马上在给缇娜再做一些按摩。而且现在你看，我们从这一次的12强就发觉那个团队了啊，那中华队的团队加起来96个人，也有张家恭后，开玩笑，现在所有东西都是用各个面向的一些科技的啦、防护的啦、医疗保健的各方面都要能够配合，都要到位，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像我们每次看日本队出去的队员，现在很多国家队员出去。都是10几个、20个，为什么？因为可能一个或者他还有另外一个，就好多个，可能一个项目，他你说好防守，可能就不是只有一个教练，可能有2、3个。为什么？他还要帮他可能去看、去分析完，然后他防守怎么样，然后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搭配这个练习，怎么样？其实这个一定都是一个人看的东西只有一个点，对啊，好多人是很多点。像这次12强的时候，中华队的整个后勤团队当中，这个就是情搜小组就比较细野啊，对，24个，对，所以很清楚，我就知道这个时候会干什么。这就打在肩膀上，直接顶了过去，再一个换短，哇，这个球2个节奏上的改变可以说是相当的聪明啊。18比15。还是2分差，16比18。哇，这个直线守得漂亮！再来！
这球顶掉，现在分数追上，只差1分，17比18。机会又来了。 哇，这个往下扣，这球往下扣，被拦了回来。云林美金龙拦得漂亮。篮网还是今天两边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对对，比较大的一个差距。19比17。 出手对，这个出手真的有经验。界内，这球界内，篮网刚好在线上。 好，这分真的让彰化3大有线追上了，追平了，19比19。翻过来，这是放速，整个身体压下去。现在把庄浩威跟5号司定给换上来。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来不及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要踩过去，照着人家在攻击你，很好的得分的一个手段而已。20比20。还有，哇，这个没有角度，没有助跑啊，没有高度啊，这分也被拦到。 现在反倒是彰化3大有线，哇，在这个时间点超前了，21比20。陈恩德，哇，实际这个很难飞啊，对，不太需要什么助跑。他也是，我记得他是信义航运的在想航空，他也是航空。 对，他也是在开航空公司的、啊。对，而且他的整个的他的身高是比我们小高还稍微小一些，对，但是他跳起来的高度完全是我输的，他可以原地灌篮的那种。守住，好球，压回来再来，好球，假动作，哇，温尼凯这分值钱啊！ 这叫做熟悉，所以看这个球，他就知道他给他打直线，他手起来抓回去，因为他知道他打他这样，所以有时候打企业联赛打久了之后，他们互相都很熟悉啊，知道你的习惯的路线了啊，又让云林美金龙超前22比21，现在彰化3大有线喊暂停，1分差。 再咬着，再咬着。姚正姐叫住了，先追加回去了。哦，我来。再咬着，一分一分来。走，过来，我今天比较特别，你看到打到了第3局，今天快要第3局的尾端了。可是呢，
彰化三代还没有一个人得分到2位数，对，你就知道他们今天的攻击火力值确实是有一些落差了。对，但假如说平均都很好，那这个是非常完美，那种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分。对，但假如是比较低的，可是今天的一个接发球，还有这个成功率其实就比较不好。球，哇，这球真的是，其实陈杰体已经算是修正的，其实已经很到位了，漂亮啊，整个高度点都非常好。这球硬是被扣死，现在分数23-21。好，还是只有1分差哦。庄子琳，怎么发球？这球很高发哦。罗斯一个没打死。这分再让彰化三代有限补上，23-23，又是形成了平手。其实他那个，我相信那个佑成是说给，因为刚才上去直接跟他讲说，应该是说给那个给100。今天就是这有几个发球我看不太懂，那个球的旋转的方式。可是因为他跳起来没有打到球，对，这个很明显，就是他发的时候他跳起来，结果球还在这么高，他这么高，你看像今天那个时候我们的我们日本的那个我们连庄的那个加拉，他球起来他抛不好，他就轻打过去，就这样。好，这个做得漂亮，还有温义凯这一分，哇，这一分关键时刻还是靠温义凯最后的这个强扣，3局买单，让云林美金龙拿下了关键1胜啊！我们再休息一下再回来。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1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1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1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莹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收过一个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抽到一个 UA 的包包，蛮实用的。然后最坏的礼物大概就是1包卫生纸吧。收到一个非常80年代的一个女歌手的唱片，因为那个是要用那种很老式的唱片机放啊，家里也没有，所以后来就摆在家里，然后就摆很久。让我最难忘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对我觉得蛮实用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学的时候交换到1瓶很独特的百威啤酒。那时候我们学校玩交换礼物，然后他就抽到老师的 Uniqlo 2000块随便选。高中要搞怪，所以我收过最奇怪的礼物是那种焊接的那个面罩，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用。
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在家吃泡面，裹棉被，跟队友一起度过，不然就是跟家人。我想在家睡觉，跟老婆跟小孩一起度过，就可能去大世界或者是剑湖山去看看烟火。可能跟球队一起吃完饭、练完球之后回去，就是跟家人。想要去101的现场看一下烟火吧，跟家人在一起吃好吃的东西。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会想要去一间比较好一点的美式餐厅那边吃饭。我还没尝试过在跨年的时候去露营。希望今年可以不要有比赛，然后让我们大家开开心心的去跨年看烟火，可以跟自己很好的朋友过就可以了。我没有什么跨年，因为我好讨厌那种人很多，然后我也看不到烟火，就可能跟家里聚一聚。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就简单的生活。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我们在吕教练，还有我们的吕俊庸，还有温义凯在我们的现场。这场比赛在整个进入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上半季有时候会看到云林美金龙进入状况的时间会比较晚，可是好像觉得这几周到了下半季，这个状况现在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了。我觉得最近的选手状况的他们的个人的体能条件跟他们的技术，我觉得调整得非常好。那我们在自由攻击的时候，看状况，其实对球场的适应其实还蛮快的。他们的弹跳啊，什么力量其实都有出来，不会说像之前比较慢进入状况这样子。所以加上这个组合也搭配了蛮久的，所以我们在进入状况的话会蛮快的这样子。好，那因为刚刚才结束，就是在整个大专的第一阶段，再回到企联，这个整个的看下来，就所以说现在整个今年的状况调的感觉上有比去年更稳定，对不对？包括就是我觉得在举球员的配球跟大家的默契，知道说这个球这个时间点该给什么人，我觉得嘉伟在这场就做得非常好。啊，什么时间点该给什么人，我觉得他有知道了，他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好，俊佑，今天在整个拦网的设定上来讲，你怎么样去抓对方的一个这个出手，让他能够在你的掌握当中？就先看他的面相，然后再决定我要去哪里，然后有时候要看一下他们的习性，然后剩下的就是有些小秘籍不太能讲，小秘籍有一些小秘不能讲。不能讲啊！那来，温义凯，你知道吗？小秘籍？我不知道，他不知道啊。你知道吗？我当然不知道。那你怎么设定？真的也不能讲啊。没有，就平常就是，因为我们都会先看对手的影片，就可能知道他们比较习惯打哪个路线，然后我们设定的时候就设定好那个路线，啊后面就如果设定成功，后防的也会比较好守。就是如果他打他不擅长的路线，那后防的一定会比较好守。就是我们平常就借由看影片。就类似有点分析数据的那种，对。那你还是讲啦，就这样啊。每一队都会做啊，但是真正可以成功的队伍，那就是对啊。对啊，赛道，其实是赛道的，没有都是赛道的。没有，可是其实这是有道理的。
你的拦网一定要先设定，那你的后面你的这个防守球员才比较好去做一个防守上的设定，对不对？好，那你们看带子的时间，你们通常来讲每一周的训练来讲，会怎么去分配？那怎么样让这样的东西在你的脑海当中能够形成真正的记忆，而且帮助你在球场上能够真正想到做到，让这个球真的拦到？就是平常可能练完习之后，因为大家就是跟边吃饭，可能就稍微看一下。啊，边吃饭怎么看？看之前的比赛影片。所以说你们吃饭是在训练室里面吃，自己吃啊，自己就可能就是稍微看一下，因为你就是看自己会对位到的人。像我可能就是陈恩德，或者就是后面副攻那边，像快攻就看快攻，然后长攻就看，对，就是这样。然后我们记好之后，我们到当天比赛，我们可能会在集合讲一次，说这个人会打哪，这个人比较习惯打哪，对，都讲完啦，不用打啦，输光啊。好，其实有些人很可爱，就说，我觉得你们两个都讲得很好，就是代表就是说，看起来都是很活泼的大学生。可是现在重点是真正要讲到球这件事情，阿喜来叫我来，该看的带子，该做的功课，一样不能少，这样就会持续的进步，对不对？那下一步呢？下一步要怎么办？都讲完了，下一步怎么办？再讲下去就打不赢了，再讲不要再讲，剩下就机密了。啊，剧院还有什么机密吗？还有什么机密可以分享吗？没有了。我只会拦网。那拦不到的时候怎么办？要自己跟内心有点小对话，就跟自己小对话，说什么下一颗一定可以拦到这样的。所以拦到的是秘密，拦不到的时候跟自己的内心要有点小对话，鼓励自己，下一颗就可以拦到。哇，这个团队好棒哦！这个团队真的是太有创意了，不错。好，我们今天又学到了很多。我也恭喜今天美津浓打得不错，就像刚刚吕教练所提到了，整个的配合很好，而且嘉伟都在最适合的时间把那个球给到最适合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你自己是举球出身，所以这个你看得最清楚。好，我们再度恭喜这个云林美津浓啊，今天在下半季一个好的开始，也谢谢三位。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在主播台上的这个德权老师。好，那谢谢我们的少明教练啊，我们俊伟还有我们的易凯。那其实刚才他们讲的那个拦网的一个方式，其实拦网不外乎就是第一个定点，再来是时间，再来是方向，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抓对手。就刚才我们的俊佑所说的，你要去判断对手他的习惯性跟第一个这个球来的位置，他只能打去哪一个地方。对。所以说其实这几个其实他们应该是今天做的非常，而且最主要是他们今天的发球也破坏的，我觉得三大他们的很多的一个战术的变化啦。对，所以我觉得发球其实很重要。对。其实有时候我在跟他们几位在聊天，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平常其实我都跟他们开玩笑，可是你就发觉这种事情大家又讲得很认真，就代表他真的有照这样在做。那这也是讲到在排球场上，这样东西基本的，对，因为你真的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去看带子，花很多人去了解对手，对他的习性，没错，对不对？那这样子你才知道到时候要怎么样，可能在关键时刻你的脑筋里面一闪，接下来比如你可能一爽。对，其实也是很有经验的选手，其实真的打很久就知道说这个球一起来，从我们做防守在讲说，他不会好的选手不会打给你，他不会打正面的球给你，真的，因为他知道这个这边一定有人守备，所以他要守旁边。而且李俊伟很可爱，我就是摆明告诉你我要留一手，我不会弄改你动，我弄改你动，大家都弄栽啊。我讲这样的话就是对了，而且自己心里要小对话，就是你确实有的时候你要能够。你不是说催眠自己，你要能够武装自己，告诉你自己你真的做得到，我做得到，我真的做得到，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自我的正向的说，我可以做到，然后我要做这件事情，真的，而且就算这个东西就是做得很完整，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其实，在运动的训练里面，意向训练其实很重要，很重要，你真的必须要在这个地方要能够有这种想象的空间，那然后就不断去激励自己。然后我们今天真的在两位选手的身上又学到了一些啊。也难怪，其实真正打得好还是会有点原因的啦。对，没错。好，我们今天再度看到一场精彩的一个比赛。那接下来在这场比赛之后呢，将要回到女子组的比赛。今天有4场球啊，第3场球之后呢，是新北中心要再度来挑战高雄台电。新北中心在前一次遇到台电是2场都没能够拿下，希望今天有更好的表现啊。那再度谢谢在我身旁的邱德全邱老师，也谢谢您的收看，还有我们辛苦的工作团队。我们下一场球再见了，拜拜，拜拜。